大家好，今天呢，我来到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简称 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是一所公立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关于学校的历史，我就不多介绍了，大家可以随着我的镜头看一下学校的外景。今天呢，想说一下留美学生在美国不能做的一些事儿。既然要来美国留学，那大家就要了解一些美国的文化。我说的也不一定对，但是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第一呢，学校老师的叫法一般都是叫教授 professor， 通常都称老师的姓，比如说某某某某教授，都是这种叫法。或者如果老师说你们可以直呼我的名字，这样也可以。第二呢，不要随便在课本上做记号。美国大学里读书，这些书大部分都是从图书馆借来的，就是公用的，所以不要在书上随便做记号，除非说你这个书是自己买的。第三呢，不要称呼黑人为 Negro。Negro 是英语黑人的意思，它只要是指从非洲贩卖到美国为奴的黑人，所以在美国千万不要把黑人称作 Negro。不管你是跟白人还是跟黑人聊天的时候，都不可以这样说，黑人会感到你对他很蔑视。如果说到黑人，你用 black， 他们都会接受的。第四点呢，就是不要跟同性过于亲密，比如牵手啦，比如跳舞啦。因为大家知道美国的同性恋是比较多的不要被别人误解为你是同性恋，然后同性之间不跳舞啦，什么这些都是美国的一些礼仪。第五呢，不要用 sorry 代替 excuse me。I'm sorry 和 excuse me 都是对不起的意思，但是呢 I'm sorry 的语气比较重，承认自己有过失或者错误。如果是请对方让个路呀，或者是自己挡了别人的路呀，只是说 excuse me 就可以了，不要说 I'm sorry， 这样会让别人感觉到莫名其妙。第六，不要一味的谦虚。在中国的文化里视谦虚为美德，但是在美国却把谦虚视为虚伪的代名词。所以在美国和别人交流就实事求是，不需要过分的去谦虚，否则呢反而事与愿违。第七呢，就是不要吝啬你的问候，即便是陌生人。通常呢我们在路上或者在不同的地方碰到陌生人，大家不要躲避人家的眼神。如果目光相遇，美国人都会很客气的问一声你好。当目光相遇的时候，不要立刻把眼神挪开，会让人家感觉到我们很不礼貌。比如说在早上散步呀，碰到擦肩而过的人，大家都会习惯的说一声早上好。而在人很多的地方就不必要这样了。第八呢，就是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最好不要聊不受欢迎的话题。比如聚会的时候，不要聊别人不感兴趣的话题，别人会觉得你不顾别人，只顾自己，这样会令人感觉到反感。另外，在美国不要谈自杀这个话题，这个话题是很不受人欢迎的。第九，就是不要在别人面前随便的伸舌头，会被人认为一种很不雅观又不礼貌的行为，甚至可以解释为瞧不起人。当然，小孩子伸舌头天真可爱，这是没有问题的。第十，不乱送礼物。送礼必须送的有意义，例如朋友生日啊，同事结婚呀，可以送一份礼物以表心意，但不要随便送礼，这样会让对方感觉到很莫名其妙。在美国，不知道该送什么礼物时，最常送的就是鲜花。做客或者参加宴会，鲜花总是得体的。第11，就是不要不分场合的帮对方付账。中国人的习惯上是几个好朋友一起出门，总是抢着付钱或者买门票呀、车票啊。但是在美国呢，如果不分场合的这样去做的话，会让别人感觉到很奇怪，会让人家感觉欠了你的钱似的，心理上很难受。美国人一般一起外出的时候都是 AA 制。第12，就是不要随便搭车。在美国，一些旅行者会在路边求搭车，但是很多美国人是很热情，但是呢，实际上美国的警察并不建议大家
这样随便搭载陌生人的车。因为搭便车在美国被抢的事也是屡见不鲜的，也有一些歹徒呀，看到路边的女性会主动停车，要求人家搭他的车呢，一定要懂得分寸，最好不要去坐陌生人的车，以防万一。第13，考试别作弊，论文自己写。这个呢就不用多说了，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这些都是不能做的事儿。第14，不要唯唯诺诺，自认倒霉，遇到不公平的现象要据理力争。如果开车违章，警察叫停的时候一定要靠边停，不要主动下车，手千万不要乱动，把手放在方向盘上，把左窗打开，等警察过来的时候，他让你拿驾照的时候你再拿驾照。第15，不要在公共场合喝酒精饮料，比如说小区的游泳池、公园、街道上等等，在大街上拿着开瓶后的酒是违法的。第16，不要在遛狗的时候训斥踢你的狗狗，孩子要温柔的对待，狗狗也不例外。在美国，虐待动物会被控虐待、侵犯等多项罪名的。曾经有一个留学生试图用毯子盖住并连续压他的狗，试图让他的狗窒息而死，最后被控罪，保释金高达50万美金。第17，不要和未成年人谈恋爱。美国有一条法案叫做罗密欧朱丽叶法案，规定如若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发生关系，无论双方是否自愿，都会被判定为强奸。第18，不要随便透露你的社会安全号，这个主要就是涉及到个人的身份信息泄露。前2年有些留学生就是被骗，几名留学生被骗到酒店关闭手机，然后骗子给他们家人打电话，称孩子在国外被绑架，要求家长支付巨额赎金，家长四处联系不上孩子，再加上骗子描述的有关孩子的信息句句属实，有些家长险些中招。所以在海外尤其要保护好个人信息。第19，听不懂的英语，不要稀里糊涂的点头默认，不要为自己听不懂而发生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就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弄明白才可以去做。第20，在美国餐厅、酒吧不能吸烟，如果真的吸烟，一定要到吸烟区去吸烟。目前美国有29个州的法律禁止在餐厅内吸烟。在美国生活，美国的法律不会告诉你能做什么，但是会要求你不能做什么。而且只要是制定和实施的法律，不知者不怪，在美国是不可适用的。所以在美国生活，了解什么是可以做的事儿就非常重要了。关注我，带您了解海外华人的真实生活。谢谢。